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几乎每播一部新剧都会引发一次对演员演技的讨论。那么判定一个演员有无演技，究竟要看什么呢？哭戏、吃戏还是感情戏？这些戏份确实是很考验演技的。除了这些，像吵架、惊恐、愤怒这样的爆发戏也很考验演员的功底。相对而言，这些戏也更难完成一些，演好了很抓人，演不好分分钟变精神病。话不多说，接下来仪态就带大家来看看各路演员对愤怒戏的诠释，看看谁让你惊喜了，谁又让你惊吓了。最先出场的是《情深深雨蒙蒙》里的可云，他在游行队伍里这段抓狂犯病的表演完全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开始时完全放开了，眼神里只看得到自己的曾经和那个失去了的孩子。被舒缓和依萍抓住后，眼神有所收敛，但他还要回头望，眼神在癫狂与不舍之间来回切换。还有这一段，可云以为看到了司令大人，跪下祈求他网开一面时，他的神情与身体动作专注虔诚中带了一点疯癫的感觉，尤其是在理智与发狂中来回的转变，一下子就把人抓住了。和可云相比，神仙姐姐刘亦菲一直都是仙气飘飘的模样，没想到在电影《二代妖精》中，她完全颠覆了以往纯真的模样，来了一段毁容式的表演。你敢相信这还是那个温婉的仙女姐姐吗？热巴在秦时令人明月心里发怒时也放弃了偶像包袱，怎么狰狞怎么来。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样的热巴吓到呢？欣赏完热巴的演技，咱们再来看看国民闺女关晓彤。作为小童星，关晓彤可以说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当年一部搭错车，不知道赚了多少人的眼泪。然而长大后的关晓彤演技输出就有点不太稳定了。在《极光之恋》里，她有一段经典的抓狂戏。咱们来仔细分析一下，他的表演基本可以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闭眼捂脸抓头，第2步无厘头嘶吼，第3步闭眼睛加手舞足蹈，外表虽然凌乱，但内心依然坚守着无感情式的释放分贝，表情0分，声音满分。戏没看懂，只听到了一个人间少子精。和关晓彤式的你骗我你骗我相比，宋茜的我害怕我害怕还要更喜感一些。这哪里是什么幽闭恐惧症啊，就很有一种小粉丝遇到大明星的惊慌失措。害怕是真的没看出来，疯疯癫癫倒是有那么一些。这段惊恐抓狂的表演应该是美女姐姐最想删掉的片段之一了吧。再来看看大宝贝是怎么演绎惊恐的，一个是刺死自己爱人后的惊，一个是被人团团围住的恐，两者之间毫无区别，一直都是瞪眼睛、放大瞳孔、嘴巴闭不拢这3个步骤。敲黑板啊，杨颖同学只做到了表面的惊恐，却忘记了角色内心，刺死爱人就这么呆滞，内心毫无波澜。到了现代戏，他也沿用了这种演法。创业时代中，瞪眼式演技再次出现，仪态分别从不同的4集、不同的4个场景截取了画面。你看这4张截图，能看出很大差异吗？可能大宝贝觉得瞪眼才是诠释愤怒的万能公式吧。不过他在综艺中的表现完全不会这样，跑男里的他时而活泼像邻家女孩，时而甜美是颜值担当，看来综艺才是他的本命呀。说起来，吴亦凡这段表现也堪称经典。苏玉姐，你这里欠我的有什么还？明明是感情戏里的抓狂，他却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演绎成了小学生写错作业一般的嘶吼。不是说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吴亦凡只有夸张的动作，表情呢只是泄了自己的愤，和情节毫无关系。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马可身上，《思美人》里这段挖心的表演堪称一绝，震惊后转为大声嘶吼，毫无情感的输出。我的天，这是什么表情包？也太可乐了吧！同样好笑的还有《风云》里的步惊云，何润东这张颤抖的脸是怎么回事？表情是很狰狞很抓狂，就是不够美观。其实何润东的演技放在当时来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毕竟当年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仪态还是很悲伤的。但如今再看是真的太夸张太喜感了。细数起来，琼瑶剧才是抓狂戏的顶级玩家。看看蒙丹是如何抓狂的，咬牙切齿念台词，加上似笑非笑的表情，这是受了什么刺激？还有后面自己飞起来摔自己的画面，确定不是在搞笑哦？等等，还有这一段，蒙丹对着柳青就是一顿揍，请问这是按摩技师的最新手法吗？注意这个小表情，确定不是在偷笑吗？咆哮帝马景涛也是抓狂戏的老玩家了，他装狂的方式那叫一个千奇百怪，有撕心裂肺式的嘶吼，有五官狰狞扭曲式的呼喊女主角，还有焦急到乱喊的。
总之，马景涛的演技是万年不变，虽然很多时候也能被他带进戏里，但这些抓狂咆哮也真的是够够的了。不过琼瑶阿姨好像很喜欢用咆哮这一套，就连威严的司令大人也没能避免咆哮的演法。被血遗弃的怒火攻心的他，开口就是一个咆哮。但老实说，这表演真的很像一个歌唱家卖力演出的样子。当然啦，琼瑶戏里也不是没有好看的抓狂戏，周姐的尔康就演出了抓狂的层次，先是眼中带泪的苦苦哀求，但很快眼神就变了，冷漠中还带了些怒气，这种表演层次就很能带我们入戏。林心如饰演的紫薇表演的也很好，当得知容嬷嬷拿着针向前走来的时候，她先是坚定却又胆怯的眼中含泪，眉毛紧皱，然后瞳孔一点点放大，五官看着放松，最后是摇头和呆滞的表情，表示自己真的是恐惧害怕了。林心如这段虽然算不上什么顶级的表演，但还是轻松的把我们带到了戏里。她的老公霍建华在《金玉良缘》里的喷口水戏，虽然看着搞笑，但抛开他的口水，表演还是很有层次的。怒吼中眼含泪水，就是有点心疼和他对戏的演员。和霍建华合作了《战场上的杨紫》，演技一直都是非常受大家认可，无论是哭戏还是吃戏，都演绎得非常到位。演起发火戏来也不拉垮，以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香蜜。从一开始你爱的只是你自己，你只是骗我说你爱我。这场戏直接把我虐哭了，这演技不服不行。赵丽颖也是实打实的演技派，她在很多电视剧里都有过生气的样子，而在《蜀山战记》里扮演的玉无心生气时，既不是瞪眼，也不是面目狰狞，而是面露冷笑，再配上她一身异族装扮和那偏冷的色调，让她看起来更加冷艳妩媚了。孙俪也是公认的演技派，她主演的《甄嬛传》至今仍是经典，《芈月传》是她继《甄嬛传》之后又一次演技大爆发的一部剧。孙俪也凭借这部剧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部剧中有一段戏是芈月看到自己喜欢的义渠君死在自己面前，大哭咆哮，可以看到孙俪的表情扭曲，十分的狰狞，声嘶力竭，把自己的不舍无奈演绎的入木三分。娘娘的演技真的让人不得不服。周公子的演技在娱乐圈也是出了名的好，被很多大导演称赞过，很多演技片段甚至被拿来当演技的教科书。他的演技着实不是盖的，只一个眼神就能传达出愤怒的情绪。你藐视君上，失去了一个做臣服的本分。对面的霍建华差点没接住他的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怒自威吧。作为 TVB 当家花旦的佘诗曼，演技也是不容置疑的。她在《延禧攻略》中饰演娴妃，从开始的与世无争到后面的逐渐黑化，演绎得非常到位。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剧中的黑化完全不是靠画个黑眼线、涂个大红唇，仅仅依靠神态和动作就能让你感受到气场的强大。尤其是在大结局娴妃断发那一幕，真的是她演技爆棚的那一刻，眼神中透露着愤怒与不甘心，隔着屏幕都让人感觉到心疼。和佘诗曼不同，朱茵在《大话西游》里扮演的紫霞仙子无疑是又美又经典的，就算是生气也是美人一个。明明没有什么瞪大眼睛和狰狞的表情，可只看眼神就能看得出来她是在生气，而且还给人一种似怒似怨的感觉。美女真的怎么看都是楚楚动人呀。下面这两位童年阴影系列也是演技派的典型代表，一个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的安家和。冯远征在这部剧演技的精髓就在于他通过这样抓狂的戏诠释了一个极端的人物，既能做到贴合角色的抓狂，又能通过眼神表达角色病态的心理，尤其是眼神里传递出来的怒气真的太有压迫感了，现在看起来都脊背发凉。另一个是《小鱼儿与花无缺》里的江玉燕，这个眼神又狠又绝，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被他们吓到呢？最绝的还是严炳彦这种影后级别的，这段戏是《万箭穿心》里李宝莉少有的抓狂，面对着自己的真心被当作是交易，李宝莉绷不住了，眼神里带着恨和泪，既有撒泼式的动作，也有委屈式的不甘，眼神带泪，这段表演堪称一绝。赏析完这么多抓狂戏，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判断一个人演技好不好，就得看他能不能 hold 住各种不同类型的戏。像抓狂这种激烈的戏，不是简单的瞪眼、挠头、张嘴，而是要用角色内心带动演员的表情。那些资历尚浅的年轻演员们真的要加把劲儿了。愤怒也是演员的照妖镜，大家觉得哪种愤怒代入感更强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就请多点关注 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